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師。現在我們正在進行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。那這個課程呢，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考試。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的聽力部分。那聽力的第二個部分呢，我們說它們是對話題。那在對話題裡邊，我們給大家介紹了很多的問題。那現在呢，我們要一個一個的去看一看，他可能會問什麼樣的問題。那第一種我們說過就是地點題，就是說他會給你4個地方讓你去猜比如說在哪兒，或者是他要去哪兒。那關於地點詞呢，我們來學習一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們知道的。那第一種地方就是買東西的地方，商店、超市或者商场。那你會聽到比如说多少錢，比如說零錢，收銀台在哪兒，原價是多少，現價是多少，而且你還可能會聽到買1送1，比如說服務員可能會跟你說，你試試這件衣服特別適合你，現在買1送1，或者現在原價是500塊，現價是300塊，特別合適。那麼你就知道他們一定是在買東西的地方，很有可能是在商場。那超市裡邊一般來說會有買1送1，或者說滿100送100。比如說你如果在超市裡邊買了100塊的東西，他會送給你100塊，你可以再去買另外的100塊的東西。那這個是在中國的商店、超市或者商場裡邊常常聽到的內容。那如果你聽到了，你就要知道哦，這個應該要選這個詞。好的，那我們再來看一下，在公司在 HSK 4級考試裡邊，公司也是經常出現的一個場合，就是你經常會聽到公司裡的人在對話。比如說我們在剛才呢，在這個第一課裡邊已經聽到了一個聽力練習，我們要早點去，因為我們要打印會議材料，那就是2個同事在聊天。那在公司裡邊，你經常會聽到的詞有複印是 copy， 打印是 print， 發郵件 send email， 發傳真 send fax， 參觀是 visit 看一看，會議、加班、請假、出差、招聘、應聘、負責那這樣的詞大家都知道意思嗎？你們都知道怎麼用嗎？那如果你听到了這樣的詞，那麼他們很有可能就是在公司，或者是客戶，或者是同事，或者是老闆和職員。好的，那我們再來看一下，在飯店、食堂或者咖啡廳，你經常會聽到歡迎光臨、點菜、請客、吸煙室、洗手間、菜單等等這樣的詞彙。那麼如果你聽到了這樣的詞彙，你就知道他們應該是在飯店或者飯館或者食堂或者咖啡廳。好的，那我們再來繼續看，如果是在家裡邊，那你會聽到關於廚房、搬家、接孩子、鑰匙、做飯、洗澡、衛生間、打掃或者洗衣服等等。如果你听到這樣的詞彙，你會知道，那他們應該是在家裡邊，應該是爸爸媽媽和孩子，或者丈夫和太太，也就是夫妻，或者也有可能是姐姐和弟弟奶奶和孫女等等。那這樣的關係，這樣的地方，他們會談論這樣的詞，這樣的內容。那比如說我們在第一課裡邊聽到過一個內容，就是他們2個人在討論吃什麼。他說運動了，很餓，做了什麼好吃的？
我們今天吃餃子，那這個男人和女人他們一定会是在家裡邊。所以那這樣的內容你要学會去猜，那根據你听到的這樣的詞彙，你可以猜出來他們應該是在家裡邊。好，那我們再來看，還有可能是在學校。那在學校你會聽到什麼樣的內容呢？比如說教授或者講師。那在中國的大學裡邊，最高級別的老師是教授，然後呢是剛剛進學校的老師可能是助教或者是講師。這個呢我們可以理解為普通的老師，普通的大學老師。那然後是副教授 Vice President 這個 Professor， 然後是教授。那麼你聽到了李教授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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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他們是在學校。那本科、碩士和博士，那在大學呢，如果你只學了4年，你是本科；再學3年，你是 Master； 再學2年，你是 Doctor。這個是 Bachelor。那這些詞你知道什麼意思？這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另外就是碩士和博士呢，他們都是研究生，這個詞你也應該知道。好的，那作為一個學生，你會有寒假，有暑假，有 Winter Holiday 和 Summer Holiday。好，那你也可以請假老師，對不起，明天我不能上課，我要請假。要按時到學校，要按时到教室，不可以遲到。那有黑板blackboard， 有詞典 dictionary， 有學期有 term， 然後有禮堂，就是禮堂是什麼地方呢？是學校裡邊會有一個大的一個房間，你是可以去表演的，那這個就是禮堂。吃飯的地方是食堂，看書借書的地方是 library 圖書館。那如果你听到這樣的詞彙，那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學校。好的，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，也有可能是在醫院，比如說打針，比如說護士，比如說手術、住院、出院、疼、發燒、不舒服等等都可能是在醫院。比如说有可能會說，李大夫，最近我的肚子有點疼，或者我的腿有點疼。那身體部位的名詞你要知道，然後你要學會這樣的詞。聽到這樣的詞，那他們很有可能是在醫院。好的，那然後呢，我們再來看一下，如果是聽到了取號、排隊、存錢、取錢、換錢這樣的詞彙，那麼它很有可能在哪兒呢？那就是在銀行。如果你聽到了寄包裹、取包裹、信封、郵票、郵政編碼等等這樣的詞彙，它們有點難，但是還是很有用的現在可能因為我們有 EMS 很快，所以沒有那麼常聽到了。那這些詞它們一般都是在郵局，在 Post Office 你會聽到這樣的詞彙。那然後呢，還有就是我們來看一看，在飛機場你會聽到的詞彙是什麼呢？行李超重，航班降落。那降落這個詞非常重要，有很多同學呢不知道這個詞的發音，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。起飛這個詞就是飛機飛走了，那降落就是飛機回來了，停在這兒了。好，還有乘客是 passenger， 還有登機牌，就是那個你登機的時候有點像飛機票這樣的東西，是登機牌。那大家要注意，聽到了這樣的詞彙，一般來說你是在機場的。好，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車站。
那在公共汽車站，它會說到站，或者是哪一路，15路啊、2路啊，或者是108路啊等等。那到站，一般來說，公共汽車的售票員會說，前方到站是十里河站啊。那這樣的句子，你一定要去認真的去聽一下，那你就知道他們是在公共汽車裡邊。那另外，在火車站，你需要知道的詞彙是候車室，就是你在等火車的地方，你可以坐在那兒等一等。進站啊，比如說啊，这个現在呢，火車已經到了啊，那你現在可以進去了，那這個叫進站。排隊，然後檢票啊，就是檢查一下你的票了。好，那這些詞都是跟車站有關係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聽到了這樣的詞，你要知道這個是在車站。好的，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，還有一個地方叫做使館，或者叫大使館。那你會聽到的詞彙是簽證 visa 啊，護照是 passport， 申請是 apply。那大家呢都是外國學生。那你們來中國的時候要申請簽證啊，要申請簽證，所以你要去大使館。然後理髮店，你會聽到理髮、髮型長或者短。好，那你在公園裡邊可以聽到漂亮、熱鬧、景色等等這樣的詞彙。比如說，可能有2個人在公園裡邊聊天啊，他會問他，哎，你也來這裡鍛鍊啊？對呀，空氣很新鮮啊，景色很漂亮啊，等等。那你就知道他們應該是在公園。好的，這個是我們的地點詞。那然後我們還有一些關於地點的詞，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下。第一個是電影院。那在電影院裡邊，你會聽到座位，比如說，哎呀，這個座位是我的，或者是說啊，我們的座位在那兒，在第1排或者在第5排。那然後呢，我們可以聽到開演啊，比如說表演馬上就要開始了啊，電影要開演了。前排在前邊的座位，第5排18座。這個是具體的，在電影院裡面你在哪一個 seat， 哪一個座位。演員，還有就是感人，比如說2個人一起看電影，一個人說我覺得這個電影太感人了，那他們就是在電影院。好的，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圖書館，借書、還書、閱覽室、借書證和過期。那這樣的詞彙一般來說是在圖書館裡你可以聽到啊，比如說這個過期。那如果你在圖書館借了一本書，1個月你應該要還這本書了，但是你沒有還，你第2個月再去還的時候，可能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會告訴你，不好意思，您上個月借的書已經過期了，你需要交罰款，你要 punish 啊，要這個交這個錢，因為你已經過期了。好的，那除了這些以外，我們還需要學習的詞彙是旁邊、對面、附近、停車場、加油站、鄰居家、南門等等這樣的表示在哪兒的這樣的詞彙。那我覺得大家這些詞應該沒有大的問題。希望大家呢，關於地點的詞彙和常常聽到的詞，你都需要去認真的學習。你要知道每一個詞的意思是什麼，每一個詞的發音是什麼。那聽到這個詞彙，它很有可能是在什麼地方，這樣的詞你都要去學習。那如果有的同學呢可能會說，老師你說的非常快，
我沒有辦法馬上記住這些詞，那我建議同學們呢，在學習這個課程的時候呢，你可以拍照，或者是有那個 screenshot， 然後下課以後，你再有的詞你不知道什麼意思，你再去認真的學習一下，你可以去查詞典來學習。那這些詞彙對大家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不僅僅是在這個聽力的第2個部分很重要，那在聽力的第3個部分，在閱讀都是非常重要的，甚至可能在書寫、在寫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比如說，如果你看到了一個詞“過期”，然後可能考試的時候他會問你，你要用“過期”來寫一個句子。如果有這樣的題目怎麼辦呢？你要認識這個詞是什麼啊？你還要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。好的，那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，在以前的 HSK 4級考試裡邊，我們出現過的有3個關於地方的詞彙。那麼我們一起呢來聽一下，然後一起來做一下，來練習一下關於地方的詞，我們要怎麼去做題。那我們來看，先看第一個 ，A 是藥店，買藥的地方 ；B 是圖書館 ；C 是火車站 ；D 是大使馆。所以我們看到这個是地方的詞，那很有可能問題是他們現在在哪兒，或者說他們要去哪兒。那我們來聽一下，我們要注意聽的時候，最重要的信息是地方。18，明天中午我們一起出去吃飯吧，我請客。啊，抱歉，明天我要去大使館拿簽證，不知道中午能不能回來。男的明天要去哪兒？好的，那麼大家一定答案已经有了，对吗？答案就是大使馆。那麼在這樣的題目當中，我要請大家注意一下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，問題是男的要去哪兒，不是女的要去哪兒。那如果是女的，我們應該這裡沒有答案，我們應該是選她想去吃飯，她要去飯館，對嗎？所以這個問題要注意一下。那如果你沒有聽到大使館這個詞也沒有關係，它後邊說我要去拿簽證，那簽證就是一個 proof， 一個 evidence， 可以告訴我們他要去的地方是大使館。好的，現在我們來看 A、B、C、D 第2個 ，A 是公司對面 ，B 是公園東邊 ，C 是銀行後面，D 是學校旁邊。那這個題一定問的是在哪兒，可能是一個飯館在哪兒，一個商店在哪兒，或者是一個什麼地方在哪兒。那我們注意聽一下，它在哪兒呢？18，這個沙發真不錯，很軟，坐着很舒服。你在哪兒買的？就在公司對面的家具市場。家具市場在哪兒？大家聽到了嗎？就在公司對面的家具市場。那家具市場在哪兒呢？當然是在公司對面。那你聽到了，那你看 A 那個女的前邊說的沙發怎麼樣，很舒服什麼什麼的都不重要，她問了你在哪兒買的，這個時候你要去認真聽一下，就在公司對面的家具商場。那 OK， 答案已經出來了，對嗎？所以你會知道你應該去認真聽什麼。好，我們來看第3個，A 超市 ，B 火車站 ，C 動物園 ，D 出租車上。那這個很有可能問的是說話的人現在在哪兒。那大家要注意的是，
問題是男的還是女的？現在開始第11題。11。喂，你在哪兒呢？怎麼這麼吵？我現在在火車站，你說話我聽不太清楚。過會兒我再跟你聯繫吧。女的現在在哪兒？好的，這個問題特別簡單，因為女的直接回答了問題。我現在在火車站。好，那這個答案非常簡單，我們不用去想很多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完全沒有看 A、B、C、D， 你聽完了再看，那會花非常多的時間，對嗎？所以如果你先看 A、B、C、D， 你听到的時候馬上就可以選擇了。好的，這個是關於我們的地點啊，關於我們的地點。那如果同學們關於地點的詞，有的詞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我建議大家去認真的再學習一下，這些地點詞真的非常重要。在 HSK 4級考試裡邊，一定會有一個題問的是地點，問的是在哪兒。好，這個是我們的地點。那然後呢，我們要带大家一起來學習一下關係啊，它們是什麼關係呢？我們一會兒來學習。現在呢，先休息一下。